当我挡住这个车标的时候，大家看这款车有没有一点点这一个奔驰 CS 的味道呢？不得不说呢，荣威的 D7它整套设计的风格确实非常的一个轿跑化，然后也非常的简洁，很漂亮的一个设计啊。那首先整个车头也是一个封闭式的中网，再来就是两个比较修长的大灯。然后整个车头也是比较低趴往下压的一个姿态，所以呢，我觉得还是非常运动、非常前卫的。而让我觉得它很像这个奔驰的大轿跑的原因呢，我觉得还是它的一个整个侧面的车身。首先，整个侧面的车身同样也是比较简洁的，哪怕它没有用上这种隐藏式的门把手，但是呢，我觉得整个车身的侧面依然是非常简洁的一个状态。然后车顶的一个流线型也非常的舒服。更加让我觉得好看运动的是它的这一个腰线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弧度的，看到这个屁股的时候有没有觉得非常性感呢？是不是？再来就是它整个车长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修长，然后线条也比较流畅，非常简洁。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它的一个车尾，看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又觉得真的就是那个奔驰轿跑的味道啊，非常简洁、非常舒服的一个车尾。然后同样尾灯也是比较修长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整个车身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个状态呀。而且呢，它不仅是好看的，整个车身也确实是在空气动力学上也做得非常不错，所以呢，它的续航表现是非常值得认可的。那进入内饰之后呢，同样我觉得依然是有一些轿跑的风格在里面。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双联屏啦，再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中控台的 T 字区也做得非常的运动有感觉啊，就是它采用了比较多这种翻毛皮的设计，所以呢让整个车的一个内饰氛围，我觉得也是比较运动、比较前卫的。那关于它的一些车机系统，我觉得就不跟大家再次演示了，因为它也不是刚刚发布的新车了。那还有就是它一些设计的亮点，我觉得比如说它的方向盘也采用这个双色的设计，而且呢还有一些打孔的纹路等等，然后质感也都是有的。再有一个我觉得整套内饰让我最惊喜的地方就是它这一张座椅了。那它这张座椅呢，首先可以看到它的这些表面上的填充呢，我觉得也是比较到位。再来一个就是它的一些打孔啊，以及这种皮质的拼接啊，我觉得是做得比较有设计感的。还有一点比较大的亮点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座椅的靠背的侧翼这个位置做得非常的宽大，太夸张了吧！这一个侧翼，我觉得很多运动型车、性能车都没有这么大的一个侧翼啊。让这个侧翼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给你比较强的一个支撑性啊，哪怕它不是一个很强的性能的车型，但是呢，它依然给你一个非常不错的包裹感，我觉得是很舒服的。这样座椅又好看又舒服。坐进后排之后呢，整个空间表现也是 B 级车该有的一个水平。虽然说这个地台没有做到全屏，但是隆起来一点也不影响它的舒适性的。还有就是整个坐垫的长度还是非常长的。你看到我这个1.81米的身高呢，现在这个整个腿部基本上都有这个承托的，所以呢，整个后排的感受也算是比较舒适的。然后头枕各方面呢都 OK， 然后头部空间也 OK 的。那尽管它没有采用一个掀背式的尾门设计啊，但是呢，它依然给你提供了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后备箱啊，非常深啊！我现在是完全摸不到最里面的，然后整个空间也非常的大。那其实呢，不管它的外观好看，以及它的内饰，它的空间表现也非常不错。但是呢，我觉得这款车型的亮点中的亮点还是在于它这一个全新的一套 DMH 的混动系统。我刚开上这款车的时候，真的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电感太强了吧，就是完全就是一款电车。哪怕现在我们只有这一个23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但是整个车给我的感觉就是完全就是现在的一些主流电车的一个驾驶水平啊。首先，整个动力的响应非常的快，然后它的电门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紧致一点的，然后方向盘的转向也是这样，再包括它的底盘感受，我觉得也是比较紧致
一点的，所以呢，整个车给我的感受是很紧凑、很紧致，然后有一些驾驶欲望啊。哪怕是说它这一套 DMH 的混动系统，它的定位虽然说是强调这一个长续航以及低能耗的，因为呢，它的这一个最长续航就是满油满电的状态下，有媒体测出是超过2100公里的一个超长的综合续航，很夸张啊。然后它的油耗表现同样也是非常出色。那其实呢，它这一套系统对标的还是比亚迪的 DMI， 所以呢，大致的技术路线依然是这一个 P 加 P3的一套混动系统，只不过它在一些电机或者是在一些电控、电池等等做了很多这种优化，会做得更精密、更简化，集成度更高，所以呢，它的一些续航以及能耗表现呢，会稍微出色了那么一点点，虽然说不多啊，但是呢，也是已经是这一个 P 加 P3 混动架构里面的第一梯队了。那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它一些集成化的技术，比如说它的这一个与发动机同轴的电机啊，就是 P 电机，它是做了一个集成化非常高的设计啊，就是发动机跟这一个电机同轴，所以它的一些发电啊、传动啊会更加的直接一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发动机的冷却啊，以及电控啊、电池啊等等，也都做了很多这种优化，所以呢，让它的一些续航以及能耗表现非常的不错。但是哪怕是这样，我觉得它的一些驾驶表现也让我非常惊喜啊，就是开起来质感非常强啊，就比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竞品的那一个驾驶质感要强太多了，舒服太多了。那虽然说它只是采用这个单档的 DHD， 没有采用2档或者3档的，但是呢，由于它的电机以及发动机的功率也都足够的大，所以呢，它的一些传动效率也是完全没问题的，包括它的能耗表现也都完全没问题。那整款车的驾驶感受真是给我比较大的惊喜啊！一开始我看到这个侧翼的时候，我会觉得为什么要安排这么大的侧翼？但是现在就发现了，它是真的有这一个操控在里面，真的可以让你来一点驾驶乐趣的，所以呢，这个大的侧翼真的是非常有用的。那开完之后呢，我发现这款第一期呢，真的不是徒有其表的，不管是外观看起来好看，像轿跑以外，开起来也有这种轿跑的一些运动风格，质感非常的强。那不管是它的一些外观内饰以及空间的表现，我觉得都是出乎意料吧，我觉得。还有就是它的亮点中的亮点，就是它超过2000公里的一个超长续航以及超低的能耗。还有就是它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低啊，所以呢，年轻人的第一辆轿跑不一定是这个奔驰、宝马或者是保时捷啊，绝对可以是这个荣威的第一期 DMH 版本，非常的不错。